大家好，我是中文讲师全美玲。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一起学习一下汉语拼音里面声母。之前也介绍过，汉语拼音里面是由声母、韵母和声调组成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一起着重学习一下声母这一部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今天我的状态比较好，因为白天的时候去拍网课，所以有专业的化妆师为我化妆，不知道有没有比平时漂亮一点呢？不好意思啊，让我们言归正传，一起学习一下声母。我们一组一组学，好吧？我建议大家在学习这个发音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用理论知识去学，一定要靠自己去练习，自己去体会。而且我希望大家不要一开始就有一种想法，哎呀，汉语发音太难了，不要有这种想法。因为其实中国人在学习韩语的时候也会觉得很难，因为每个语言它都有自己的特点，每个语言它都有一种发音的习惯，所以不一样不代表难，明白吗？这些所有的发音可以通过我们的练习去克服的。所以我有个小小的建议，如果你身边没有能够帮你纠正发音的人，那你可以采用我的这个小建议，你可以把我的录音录下来，同时呢把自己的发音也录下来，这样的话有一个比较，能够帮助你改正或者是纠正你的发音，好吗？那我们看第一组，波、坡、摸，这三个音比较简单，是上嘴唇和下嘴唇一起发出来的声音。来，让我们一起再看一下，波、坡、摸，大概呢嘴都是一个 O 的形 ，O 形，波、坡、摸，然后发波这个音的时候，它的气流是比较平稳的，而坡呢，气流比较强一些。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看，这是一张纸，波的时候，这个纸是不晃动的，而坡的时候是要晃动的，所以坡这个音呢，它的气流是比较急的，明白了吗？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然后摸就比较简单了，摸。好，看下一个发音是 f 呢，它这个发音比较可爱，嘴型比较像个小兔子，要露出两个门牙是上牙齿和下嘴唇一起发出来的声音。来，大家一起来一次 f， 再来一次 f。 好的，接下来让我们看下一组，下一组呢是的、特、呢、了，都有这个音的、特、呢、了，都是舌尖，的、特、呢、了。在发了这个音的时候，我们把它比喻成我们的舌头它是我们的舌头，它呢是我们的上颚，然后发了这个音的时候，它是要擦一下上面的了，点一下了，这个呢都比较简单。接下来让我们看下一组，歌、科、呵，再来一遍歌、科、呵，也有这个音。那歌、科、呵呢，它是舌根发音的时候比较紧张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。其实大家会经常听到一个单词，就是大哥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歌就是这个歌，好吗？歌、科、科、呵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下一组的发音。下一组的发音是鸡、七、西，这三个音怎么说呢？说难则难，说简单则简单。
大家发音的时候呢，首先要保持一个微笑，处于一个微笑的状态，然后舌头呢要放松，然后是鸡、七、西。大家发这3个音的时候，经常有人会这样发音，是 z、c、c， 舌尖太用力，不要这样啊，它这是舌面要保持一个平平的状态，鸡、七、西，鸡、七、西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不是 z、c、c， 好吧？舌头呢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，不要忘了保持微笑，这样的话有助于你练好这个发音啊。鸡、七、西。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下一组的发音。这一组发音呢，在中国被称为翘舌音或者是卷舌音。韩语里面叫做권설음，对吧？就是舌头卷起来了这个意思。那我们看看它的发音是什么样子的。知、吃、诗。再来一遍。知、吃、诗。这3个发音呢是这样，知、吃、诗的时候，这是我们的舌头，它要翘起来，舌尖要翘起来，知、吃、诗。然后这是我们的上颚，然后呢要轻轻的点一下，知、吃、诗，知、吃、诗。再来一遍，知、吃、诗。看看这个嘴呢，它发音的时候保持的是一个这个状态，这样牙要露出来，然后是知、吃、诗。再来一遍，知、吃、诗。尤其是知、吃、诗这3个音呢，是韩语里面不常见的这种发音，它发音的这个习惯跟韩语很不像，所以有人会觉得比较难。但是我刚才说过了，难是可以克服的，是可以通过练习克服的，好吧？来，再来一遍，知，这是我们的舌头翘起来，然后呢放到上颚，知、吃、诗。注意啊，舌头不要太卷，不可以太卷，因为太卷了就发不出来音了。知、吃、诗。还有一个就是日。那知、吃、诗、日，它有一个差别是什么呢？日贴上颚的时间是最长的，日。然后在贴上颚的时候啊，不要紧贴，这样是发不出来音的，要有一定的空隙。日，舌头是会颤动的，对吧？再看下一组，滋、呲、丝。再来一遍，滋、呲、丝。滋、呲、丝发这3个音的时候，这个舌尖要放到下牙龈，这是我们的舌头，然后呢，这是我们的牙齿，然后舌头放在哪儿呢？放到这儿。滋、呲、丝，滋、呲、丝。不知道这个形不形象啊？再来一遍，我们的舌尖放到下牙龈，滋、呲、丝，滋、呲、丝。还有鸡、七、西，大家不要混了，好吧？鸡、七、西呢，我刚才说过了，是首先要保持微笑，然后舌头呢要放松，舌尖不要用力，鸡、七、西，微笑，对吧？然后滋、呲、丝，它这3个发音呢，舌尖要用力，滋、呲、丝，然后舌尖要放到哪里？对，就是下牙龈，滋、呲、丝。
那接下来呢，大家看着这个屏幕，然后跟我一起练习发音啊，我会从头到尾都读一遍，慢慢的读。那大家呢也要反复的练习，好吧？好，请看一下屏幕，波、坡、摸、佛、的、特、呢、了、个、科、呵、鸡、七、西、知、吃、诗、日、滋、呲、丝。好的，大家别忘了在练习发音的时候，我建议过大家把我的发音和自己的发音一起录下来，然后进行一个对比，然后进行自我纠正，好吧？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练习，以便于我们进行这个韵母的学习，好吧？那好，大家再见。